火星到底能不能被改造？馬斯克的移民火星到底是人類文明的實驗，還是史上最大的資本騙局呢？支持他的人認為他是人類文明的先知，為人類尋找第二個家園，讓人類文明擺脫困守地球的命運。反對他的人認為他就是個大騙子，火星根本不能住人，所謂100萬人火星城市實際上永遠無法兌現，他是在畫大餅圈錢。但奇怪的是，雙方似乎都有證據，火星確實是一顆死亡星球。可與此同時，資本市場卻越來越願意為火星買單。SpaceX 上市之後，估值一度衝上新的高度，馬斯克身價也再次暴漲，成為人類歷史上首個1萬億美元富豪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大家都知道火星真的無法居住，那麼資本究竟在投資什麼？馬斯克真的是在賣夢想圈錢，還是在提前下注一場跨越幾個世紀的人類文明升級計劃呢？今天我們不站隊，而是和你一起從宇宙學、文明演化的角度來拆開看看。首先，關於火星為什麼不能住人，本頻道其實已經論證過很多次了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往期視頻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火星没有全球磁场，大气壓只有地球的 0.6%， 平均溫度零下63攝氏度，輻射劑量遠高於地球，重力只有地球的 38%。而人類能不能在低重力環境下正常繁殖、生育下一代，直到今天都沒有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不準備重複這些內容，我想聊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：火星到底能不能被改造？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不是科幻小說嗎？但事實上，科學界從來沒有宣布過火星改造不可能。幾十年來，科學家爭論的從來不是能不能，而是另一件事兒：到底我們願意花多少代人的時間？說白了，火星真正缺少的不是氧氣，不是水，甚至不是食物。這些東西理論上都可以解決。氧氣可以電解製造，水可以開採地下冰層，糧食可以利用溫室和人工生態系統種植，人類甚至可以長期生活在地下城市躲避輻射。而真正的終極難題其實是磁場。很多朋友可能會問，磁場為什麼這麼重要？因為磁場本質上就是一顆行星抵禦恆星攻擊的盾牌。地球之所以能夠擁有穩定的大氣層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球內部仍然存在液態金屬核心，持續產生全球磁场。太陽每時每刻都在向外噴射高速带電粒子，這就是太陽風。地球磁場替我們擋住了絕大多數太陽風，而火星早在幾十億年前就失去了這個保護罩。於是，太陽風開始慢慢剝離火星的大氣，1年、10年、100萬年、10億年，最終曾經可能擁有河流、湖泊甚至海洋的火星，變成了今天這個冰冷、乾燥、貧瘠的世界。如果讓我用一句話總結，火星曾經輸掉的戰爭，其實是一場和太陽打了幾十億年的消耗戰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磁場沒了，能不能再造一個？科學家還真想過。2017年 ，NASA 的一些研究人員提出過一個大膽方案，在火星與太陽之間的拉格朗日 L1 點部署一個巨大的人工磁場發生器。簡單理解，就是給火星撐起一把巨大的電磁保護傘。理論計算顯示，如果能夠產生足夠強大的磁場，火星未来的大氣流失速度将大幅降低，溫度有可能逐漸回升，极地冰層開始升華，部分二氧化碳重新進入大氣。液態水存在時間增加，聽起來是不是很美好？但問題也很現實，這個裝置需要消耗難以想象的能源，它可能比人類今天建造過的任何工程都更加龐大。說的直白一點，理論靠譜，工程恐怖。第二種思路是升溫。很多人應該聽過馬斯克說過的一句話，向火星扔核彈。當時媒體大肆報道，甚至有人以為馬斯克要炸了火星。實際上，他的想法並不是毀滅火星，而是利用核爆釋放火星極光中的二氧化碳，增強溫室效應，提高溫度。但是後來研究發現，火星儲存的二氧化碳遠遠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多，即使全部釋放，也很難形成類似地球的大氣環境。第三種方案更像科幻電影，在火星軌道部署超大型反射鏡，不斷把太陽光聚焦到極地區域，慢慢加熱火星，融化冰層，增加大氣。這種方案理論上成立，但工程量幾乎是天文數字。
第4種方案是工業化改造，說白了就是把火星當成19世紀的地球，建立工厂，建立能源系統，建立生態循環，持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，不斷向火星大气中釋放溫室氣體，慢慢改变整個星球環境。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瘋狂？但仔細想想，地球工業革命其實也只持續了200多年，人類就已經改变了整個地球的大氣成分。如果未來文明等級繼續提升，时間尺度拉長到1000年呢？甚至5000年呢？火星改造還真的沒有被科學徹底判死刑，對吧？說到這裡，就要引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——卡爾達肖夫文明指數。按照這個理論，1型文明可以掌控整顆行星能源，2型文明可以利用整個恆星系統能源，3型文明可以調動整個銀河系資源，而今天的人類文明大約還停留在0.7級左右，距離真正的異形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所以火星不是不能改造，我覺得這個問題更像是一張文明等級考試卷，而今天的人類文明可能連報名資格都還沒拿到。那麼馬斯克究竟在賭什麼？我覺得很多人可能理解錯了，馬斯克賭的也許從來不是火星，而是文明升級的過程。這麼說吧，他現在搞的這些星艦、機器人、人工智能、閉環生態系統、超低成本太空運輸、軌道工業、能源革命，這些技術即使火星計劃最終失敗，依然足以改變地球，甚至催生新的產業革命。你說是不是這個理兒？那麼還有一個問題，資本為什麼願意相信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因為資本從來不是慈善家，資本賭的是賠率。如果火星失敗，星艦技術、機器人技術、能源技術依然價值巨大。如果火星成功，那麼回報可能接近無限，因為那意味着人類第一次真正成為多行星文明。這就像風險投資，9個項目失敗，只要有1個成功，收益就可能覆蓋所有成本。所以我分析，資本未必真的相信馬斯克的100萬人火星城市，但資本相信在火星計劃過程中誕生出來的那些技術革命。最後，我想聊聊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以10年時間尺度去看火星，馬斯克可能像一個畫大餅的企業家；如果以100年時間尺度去看火星，他更像一個工程師。但如果把尺度拉長到1000年呢？馬斯克或許真的是在提前參與一場文明實驗。當然，他也可能失敗 ，SpaceX 也可能失敗，火星計劃甚至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就停滯。但宇宙才不管你馬斯克是誰，宇宙只會不斷向人類提出一個問題：一個誕生在單一行星上的智慧文明，到底是要優先保護好現在居住的地球，還是要努力把自己升級成一個跨行星文明，或者2者都要呢？所以火星並不是答案，它只是宇宙遞給人類的第一張試卷，而人類才剛剛開始答題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